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人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砍大鸟。好多的这个网友说呀，就你1号啊，你只要是在互联网上，这七哥算是没活路了呀。现在呢，郭文贵呢唯一的念想就是拼命的邀功说当年是我曝光拜登硬盘呢，可是呢，这个互联网是有历史记忆的呀。那个七哥当年可是撇清关系了，说那个全是鹿的脑袋自己干的呀，跟他没关系呀。而且郭文贵当年还痛骂川普，这都是有记录的。郭文贵是真没活路了。蚂蚁帮这2天配合郭文贵在这个造势说你看我们这个曝光的拜登硬盘，我们对这个川普是有功的我为MAGA流过血，我为MAGA立过功，没有用你说这个郭文贵拒绝配合构陷班农及川普以后FBI 胁迫了七哥，对吧？这个随着中共助推拜登上台，曾曝光亨特拜登笔记本这个意思是你看我们七哥是有功的。接下去要给大家看的是，有可能我们的战友还没有机会完全听到的一些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来自文贵先生本人。那他告诉我们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只是说这些政治上的斗争，包括大选等等，包括以及我们的政治盟友之间的这个迫害。那背后到底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张 PPT 好不好？那下一张 PPT 呢，告诉大家一个完整的一块拼图。那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文贵先生在2017年甚至2016、15他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他就跟 FBI 和情报界有联系，而且也很成功的就是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人。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讲，这个 FBI 在确信了文贵先生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之后呢，就把文贵先生认为是他们的合作者，而且也承认文贵先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关于中共情报的这么一个来源。那合作的都很愉快，但是突然之间呢，这种合作关系呢被改变了。那这个转折点是出在什么时候呢？它就是出在2018年底。那2018年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文贵先生说呢，这个美国这个 FBI 的美国纽约办公室呢，突然停止了就是继续问他这个中国情报就之间的沟通停止了，转而他们对别的事情更加感兴趣了。那对什么事儿感兴趣了呢？他们开始对这个亨特拜登、奥巴马在北京的活动，还有这个你关于班农川普的财务关系呢，似乎特别感兴趣，问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当时的库什纳是川普的这个女婿还有关于这个安邦集团的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这个吴晓辉的一些关系就一直来找文贵先生要谈话询问这些问题。那当2018年底的时候，其实他们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想让文贵先生说一些对班农先生有可能不利的，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的这个信息里面，其实2018年他们已经开始就已经开始找借口要开始调查班农先生，所以说他当时想让文贵先生提供一些对班农先生不利的信息，那被文贵先生拒绝了。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个又来找这个文贵先生，问文贵先生，这时候呢就更加离谱了，他让文贵先生指认谁呢？指认川普的女儿和他的女婿还有川普与中共特工有关联，就是2019年FBI 就是来找文贵先生，要求他做的，要捏造这个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这个有私下交易的这么一种事情，而且还用了一种很威胁性的这种表达方式吧。那结果就是被文贵先生呢决绝的拒绝了。对因为不可能为真不破嘛，七哥不可能是去编造一些没有的东西来配合所谓的配合你们。对，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想一下这个背景呢，其实跟其他几个跟班农迫害班农皮特纳瓦罗等等都是有关联的，包括今天我们最后会说的一位人叫Michael Flynn， 他也是有关联的，因为 Michael Flynn 前2天发出了一份这个 statement， 对，他就把所有的一切给大家给结合起来，其实完全是个政治迫害。那这里呢就很明显，动机就很明显了，突然之间这个被就是政治化不说，而且被武器化了的司法。OK， 这是已经用武器了。如果你不说，后果会很严重对不对？因为你是在申请这个正辟，对吧？你想不想继续申请正辟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在被文贵先生拒绝之后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撤销了他的联邦级的人身保护。你当时文贵先生之前因为成为 FBI 的合作者，所以他有联邦级的最高程度的这个安全保护。那在此之后呢，就没有了。还有呢，撤销了他全家人的这个庇护的申请。OK， 而且还被警告说，如果他再谈及任何关于亨特拜登在北京的活动，他将会被消失。这个母蚂蚁
张口就吹呀，哈哈，这个是口活，嘴上的功夫啊，还是郭文贵比较喜欢的啊。米兰达这个事情，他急眼了，他跳出来了，那你不在乎我们说的，你为什么跳出来呢？他在乎了啊，在乎了这是好事儿啊。他昨天是屏蔽了一些战友，然后回复，然后我就看着留言区，哇，真的，我觉得我们简直太棒了，这是我们战友，我的妈呀！是吧？这就是我们的战友啊！班农先生说的很清楚呀，班农先生说的太清楚了。FBI 拿到的时候，只要当时公布，10分钟就能把，公布晚了嘛？为什么没有公布？是吧？已经晚了。深圳政府在撒谎，媒体在掩盖，为什么这逼到最后是我们发出来的？不问这个问题吗？这难道不应该是你们美国人自己发出来吗？为什么没有发出来？而是我们发出来之后，纽约邮报才发，为什么？为什么发不出来？2019年就拿到了，2019年年底就拿到了，大家忘了吗？那个人什么时候给的朱利安尼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人冒充出来说是那个什么，冒充是那个电脑那个维修店老板，还跟米兰达那打配合。哎呦天哪，我这有点侮辱智商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你太假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屏蔽我们，你怕什么？你骂我，你发什么？你转发什么？你别转发呀！你不在乎吗？OK， 你在乎，你说的哪一个你拿得出证据？就中国和美国。美国是一个完全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对吧？他生下来就是民主国家，他到现在他也还是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呢，是一个完全没有经历过民主的国家。你就这两个国家，你必须得经历点东西。你像美国，你也得痛一痛；中国那就更是了，痛上加痛，然后给你来一个世界上最邪恶的独裁、虐待、经济搞垮啊，破茧重生，才能够凤凰涅槃。就他这个形象和他干的这些事情，大家就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很好的问题啊，是吧？你在赚钱啊？朱利安尼破产，班农、纳瓦罗、郭文贵坐牢，川普总统被暗杀，没成功，还好几次司法超限战。你看他这条置顶，我们看一下这下面的评论啊，全是啊，这是我发的，是吧？就是要这个气势，继续没停，没喊停我们就不停，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后面到底有多深。还有就是我们就听着关胜按他的要求，2个月起之后看情况。你看这个，对吧？时间线这做得多好呀！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些留言区去取素材，然后文字啊、编辑啊，你可以短可以长，短的呢就直接就是纯数据，你是啥，你干了啥，你骗人是吧？有1号在，你七哥好不了啊！七哥说过的，在互联网上都有记忆呀。七哥当年是怎么撇清关系的呀？是怎么骂川普的呀？哎，你看看，要用资料的话，那1号肯定是研究郭文贵的这个最全的百科全书啊！你到我这来找就完了吗？你8辈祖宗，再死哪儿死哪儿去你！你爱滚哪滚哪去你！一帮 loser， 你有啥资格来评价郭文贵啊？川普总统所有过去他承诺的事情，后来他都没做呀。人家拜登总统上来了几天啊，很明确呀。现在什么情况？拜登总统跟我们现在密切接触，比川普总统的政府还积极，斩首把中南坑那几个杂毛给灭了，那是拜登总统最想干的事。你觉得川普总统要上来他有这劲儿吗？他永远没有。昨天他们还说呢，川普总统认为习近平不是他的敌人，共产党怎么消灭他的说法啊，他还是需要慎重的。他怕习近平，他害怕共产党，咋的？我说的不对吗？今天我认识到一个强大的错误，这个拜登硬盘事件我们是错的。从现在起，对拜登总统绝对不能再有个人攻击，对他的家人绝对不能有个人攻击。我们 GTV、G-News 上对过去的负面的东西都将移除。爆料革命永远不能有预测，真的不能老搞重磅中的重磅。我们今年2021年，我们一定会跟拜登总统的政府建立全面的关系。灭共不是郭文贵的责任，我跟习近平比，七哥是大赢家。像现在习近平一样，他身边有几个杀手是杀人不眨眼的，比如说王小红，比如说蔡奇，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啊。站在主席台上的人越来越少。新中国联邦说得很清楚，是吧？实现新中国的大赦天下，只法办最大恶极者，这是法治嘛？我们一定要把法治、文明和法治放在最前面。为什么所有的起义、所有的暴力革命，最后都是带来的是灾难？这个新中国联邦的这场爆料革命，让我觉得最伟大的一点就是这个，否则我不会跟的。什么你那种暴力革命，我们就是要
发动民间暴力这种是绝对是没有好下。不，你等会儿，这个郭文贵底下弹琴的，你说的意思是那个新中国联邦要大赦天下啊？不是新中国联邦，那谁要登基啊？你们的郭教主在那个美国监狱里边啃大鸟呢，谁要登基啊？还他娘的大赦天下？全都是长着一张牛逼嘴的疯子。下场绝对没有好下场。但凡一个理智的人，一个文明的人都不可能去做出这种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去，一旦发生了，那又是一个仇恨的延续，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好处。老天设计的这个程序又在循环，但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开始就不能存在暴力，而是要真正的就是文明的、法治的一个开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你种下来的是文明，种下来的是法治，你种下来的是耐心，是西方文明，可以说西方文明的监督下和与他们的合作下去做这种政权更迭，去颠覆掉共产党的这个政权。一定是在法治和文明的前提下，我们才会有好的结果。你否则就还是继续的仇恨。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是上天，信仰的是真正的神，不是所谓的神的代言。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一人一票，每一个人都能代表自己。这个观念啊，就是它是用技术可以帮我们达到，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的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区块链 AI 量子电脑的这一个时代，所以它能够从技术上帮我们达到这个一人一票，每个人和神直接沟通的这个理想的状态。它是靠技术要支撑我们的。你在以前你说这些话那都是天方夜谭，很难。你说在以前的这些王朝里面，再加上本来中国人这个信仰就比较模糊，对信仰和宗教还分不太清楚，在这个地方的认知是不够的。为什么说郭文贵被重判，新联邦却赢了？案子输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大赢，就是得输呀，输的越彻底越是大赢。就是我们被虐待，我们的案子输，这就是对的，这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我们的目标达到了呀。你认为郭文贵判30年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你这才判30年呢，应该再多判点。郭文贵还能出来吗？出不来吧，应该不会出来啊。他出来能怎么着？不出来能怎么着？新联邦还有未来吗？完了，没戏了，结束了。说说王艳平，他就是我们的大淫妇，婊子，邪恶至极。这娘们儿不是好人呐！当蚂蚁诈骗，那是一个技术活啊！你比如说这个青藤啊，这家伙呀，还有那个罗伊啊，这帮那个小骗子，以吹牛逼灭共。青藤说宁可不要共产党给他的41亿美元，也要直播他那些猪狗不看的节目。貌似缺心眼的罗伊和艾娃地下室拉横幅，美国不赔他们1万亿，绝不和美国和解，拉倒，郭先生绝不出来。你正常人你说这些疯话，你怎么能忍住不笑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